页上卷啊，上卷大家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你在画画的时候。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我要带大家绘制的这讲案例的内容啊，叫这个，稍等，我把这个图给拉走。啊，今天要带大家画的这讲案例的内容叫下山赏云，是陈少梅的作品啊。之前我们已经说到了，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画册的上卷第143页。第143页啊，下山赏云，它原作的尺寸大约是104厘米乘以43厘米啊，大约比我们这画稍微大一丢丢，是吧？基本的尺寸我们是保持了一致的，只不过我们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数字呢，方便大家去裁剪。这张画大约是作者呢1943年，也算是他的晚年之作了哈，晚年之作。他的画作呢常见呢以这种四季的形式命名，比如说我们画过有它这个春日的景象，有它秋日的景象，对吧？那么他也画过一些雪景，以后我们也会带大家感受感受啊。
等哪天比较热的话，我们就来一起画一画，画点比较凉快的。好，这张画我们之前说过，作者呢他是在传统的功夫上呢建树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绘画的风格是融南北绘画的这种宗派，是吧？既有南方的这种峭拔以及巍峨，也有南方的这种秀润，是吧？北方的峭拔是吧？北方的峭拔和刚劲，也有南方的这种秀润和这种我们说资历。那在他的画作当中，其实通过这张画，你可以感受得到对于岩石树木的这种厚重扎实的塑造的感觉，对吧？它不是那种松散的画，就画那么几笔一点点，而是对造型啊、刻画上面呢都非常的严谨啊。对这棵树的刻画表现呢也是尤为的突出，所以它的画风我们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南宋的这种绘画的一种面貌。南宋的时期是吧，我们才会突出的去表现一棵独立的一棵树木，对吧？在那个以前，我们都是表现成片成林，像那个山顶上方那样的树，是吧？比较质朴。那今天我们会在这张画当中画到一种新的夹叶的方式，是吧？类似于像梧桐叶，但是呢，在画的时候呢，会比较繁琐。这张画我们争取2节课把它画完，是吧？2个直播时间，对吧？如果画不完，我们就在这个加点时间都可以的哈。所以大家尽可能拿出工具来，时间我们是充分的，可以带大家一起来体验，好吧？现在我就要调转镜头了，带大家一起来感受，做好你相应的工具准备，好不好？好嘞，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吧？能看到的话，来敲2个数字5来敲2个数字5，也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呵呵。好嘞，各位小伙伴，大家可以看到我屏幕下方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画册是吧？这个画册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给大家推荐的这张推荐的这本就是陈少梅他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这张画叫这本画册叫是吧？陈少梅他个人的画集，大约是2册是吧？上下2册。我们现在用到的就是他的这个上卷。第143页，大家可以看得到吧？143页里边标注了它的这个尺寸，也标注了它的这个年份，创作的年份所以如果你觉得用一张这个实物，用一个电子图，你在临摹的时候不太方便，那么你可以准备一个实物，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就简单带大家了解到这里。以后你自己在课后也可以通过这个实物的观察，或者说更加细致的去辨别一些细节对不对？你撕下来用都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是上册哈。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我要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哈。这本画册里边很多的这个已经我们画过了。好，拿出我们的工具的材料，我们用的这个纸张是100乘以42的一个大小，是吧？跟它的原作几乎是一样大了几乎是一样大。然后把这个拿个正尺是吧，给压一压，用光滑的那一面哈。好，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个纸张上是不是有这种布灵布灵的闪闪发亮的这种小星星，对吧？这种手宣叫做云母纸这上面呢撒了这个云母粉在上面，所以那我们用的这个手宣就要用光滑，或者说这个布灵布灵比较多的那一面理解了吗？好，在画的时候依旧我们先把这个纸张尽量摊开一些，然后我们来把这个画面当中的一半的位置给它找到，大家早上好。当然这个纸因为大了，对吧？你在桌面上可能都摊不开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纸是吧，稍微的是吧对折，不要折，尽量不要折，因为是手宣嘛。我们把它推圆把这个镜头稍微推圆一点。你稍微的把它这个对过来，因为你要是生宣的话，你随便折，对吧？不影响。
那但是这个手宣，你如果折了，是吧？你如果折了一下，它就会有一个痕儿啊，也就会有一个痕迹。你可以稍微的把中间某个位置，是吧？哎，用我们的这个手啊，给它压一个痕迹出来就行了啊，就行了。不要把那一条线全都给它压了啊！那一条线如果你都压了的话，你都压了的话，它这个画啊看起来就容易。在这个地方就容易这个后面漏繁啊，这是给大家讲到的一个手宣的使用的方法。手宣我们尽量去避免这个说把它给弄褶了。为什么用手宣？这个小伙伴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遍，看来都没有太注意我们说的啊，手宣。是根据我们所绘画的这种技法，呈现的效果，还有作者他本身所使用的这种材料，我们来决定的啊，来决定的。好了，拿出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小青花，对吧？小青花这支笔，或者拿出我们的这个狼毫小注的这个狼毫，是吧？小注的狼毫，然后呢，或者再准备一支咱们的这个。尖毫，今天我们用到的尖毫比较少，因为我们今天主要以画墨稿为主，所以要稍微有点耐心哈，稍微有点耐心。然后呢，我们会准备一支小红毛，对吧？因为一会儿我们会画到这个叶片，好不好？这些笔呢都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有需要的小伙伴自己呢可以去挑选，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不是折了一下吗？是吧？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给它先定一个点吧，定个位置，一会儿方便我们通过这个点来做一个参考和位置的大小。好，我们是通过这个点找到这个画面的横竖的十字线的位置，是吧？横竖十字线的位置，那我们给它确定出来，用一个不要太明显的笔点，是吧？大致我们自己能够看得到的一个点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画面的十字交叉的点上面，它没有重墨，是不是？没有特别浓重的墨色，所以我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好了，咱们呢把这个点确定出来啊。你通过自己的画面拿个尺子去量都可以啊，你拿个尺子去量，只要确定好了咱们这个画面的一个基本的比例和位置的大小就行。好嘞，好，然后我们开始由这个画面上方开始带大家来定位置哈。来定位置的时候，大家要耐心点。今天我们就画的这张画需要一点时间，因为它尺幅一个是比较大，再一个呢内容上稍微有一些繁琐哈。我们定的这个十字交叉的点确定好了吧？大致确定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带大家动手了。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画面大约在右下角，在它的右下角，我们画到在这个纸张的底部，我们再找到它的一半，就是刚刚定的中心点，对吧？在它下面呢，我们再来找一半。一张大画，我们呢通过找相应的参考线，是吧？把这个画分割的面积或者位置关系呢越来越小，我们就找得越来越准越来越准。好，这是我们定的下半部分的一半，对吧？因为我们在画下面的时候，画这个下半部分的时候的斜坡，大约在咱们横着的中心线下半部分横着中心线以下大概一个颜料管左右我们就确定了是呗？应该说是更低吧？一个颜料管多一点。大约多多少？多一个颜料管多一半，是吧？在画面横着中心线以下1个半颜料管的高度，确定好我们
这个斜坡，也就大概松树的这个树的根部的位置啊。好，把这个点给它确定出来。手寒了，声音更有磁性啊，因为有鼻音是吧？好，然后呢，在这个右侧的边角哈，右侧边角，我们的大致也确定出来这个点了。然后在画面竖着的中心线，啊，确定一个点，然后在它左侧大约3指左右，竖着中心线啊，在这个画面底部哈，在这个画面的底部，竖着中心线靠左大约3指左右。好，这就是最下方这个斜坡的间距哈，这是我们大概观察比较出来的当然你在4个手指好像也可以是吧？4个手指宽啊，更准确一些。画儿越大，你越要学会整体的去观察，不要着急一上来就上手。哎呀，赶紧画吧，说这么多，对吧？你找准了，最后的画面效果，它才能达到你想表达的这种感觉来，对不对？耐心一点啊，耐心一点。这几个点大家确定出来了吗？确定出来，咱们呢就要开始动手了哈。最开始咱们不能出太明显的差错，是吧？你把它找准了，然后你自己再去画的时候会更方便。拿出我们小号的狼毫，是吧？小号狼毫，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小柱的狼毫。把这个笔尖蘸浓重的墨色，是吧？来调和到适中的墨色就够了。适中的墨色，你要觉得太淡，是吧？我们还可以加点墨，微微的调和一下，多一点水分刮一刮。找到了这几个点的哈，来敲个一啊，敲个一。我们由大的面积找了参考线之后，再来找更小的点啊。以后你们画多了之后，眼睛一看你就知道在哪儿啊，那一张白纸上，你就已经生成了你的坐标图，啊。这是我们找的整个画面下半部分的横竖十字线啊。那么在它移到右侧的边缘以下一个半延来管，就是我们这个斜坡大概松树底部的那个位置啊，大致嘛。好，下面呢，下方啊，它最低的点在哪儿？位于竖着的中心线靠左4个手指左右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个斜坡嘛。这下理解了。有了参考线之后啊，你再找的更准确啊，好了，咱们动手了，不说了。再说一会儿你们睡着了。好，然后我们来从上往下啊，右侧我们大约留出至少一个颜料管，多一点间距。我们要留出这个松树树干的位置啊。好，我们把这个斜坡的轮廓大致的给它勾勒出来，墨色不算特别重，然后再从它的左边，我们要接到纸张的底部啊，这个时候你就观察整体的一个位置，大体的造型就可以了。好了，然后我们呢把这个斜坡是吧，大致的一个造型勾勒出来，然后在它这里边其实我们还要去给它加一些横向的结构线等等。那这些呢我们不着急，就先勾勒一个大体的一个轮廓，因为它在最前方，我们从右下角往左侧推着来画的啊。来，我们再给它推进啊，今天是不是会有点卡顿？
啊，希望咱们一会儿啊绘制的时候都一切顺利啊。再往下面挪一挪啊，再挪一挪。好，刚刚我们不是找了这个画面的大约一半的位置嘛？下半部分的一半啊，这下半部分的一半它大约在哪儿？就这个画面当中不有个点景的人物吗？在他脑袋上方这一块是吧？这个位置啊，我们定的画面的下面的横竖十字线的位置，大约就在这个点景人物是吧？头部，大约头部的位置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画面一半的点是吧？一半的点。那么再从它旁边下来是吧？我们还有一个斜坡是吧？还有一个斜坡，这个斜坡可以先不画。那关键是在它左侧，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岩石的造型，是不是？我们要给它勾勒出来，哎。那这个岩石呢比较高耸，也比较突出，那么就是左侧，它不是有一块类似于像这个太湖石的这么造型吗？哈，在它左侧，我们呢确定出来最高的点，大约位于我们这个中心点，画面下半部分中心点哈，从上往下数大约3指左右啊，在它左侧3指左右。然后左边往里边数，左侧边缘往里边数，大约呢一个颜料管是吧？一个颜料管，这就能确定好它的最高的点。这是相互参考比较出来的哈，相互参考比较出来的。好，这是我们确定的这块的位置。这个点确定出来了吗？好，确定出来是吧？好，我们先画一块小的啊，突然这块比较大是吧？它画起来可能会有一些累。我们现在来画它这个右下角，它不是有一块小的石头吗？虽然它们可能有一定的在前后的交叠，但是呢不影响是吧？不影响。大约我们画到这个底部的。在这个斜坡的位置上嘛，找到这个画面竖着中心线，找到这个画面竖着中心线啊，然后在它的右侧，在它右侧这一块，我们来确定一颗这个小石头的高度，顶多画到一个颜料管左右的高度就行，就可以了。把这块小的呢确定出来之后，我们一点点的往里边走，好，然后我们从下往上，这块用的石头的墨色呢，可以相对的勾勒的轮廓嘛，可以相对的重一点。还是一块小的，把这块小的画了，我们再来画旁边大的啊。然后在它的后方，我们再来叠加一层。再从右侧走，大致的这么一个斜坡，是吧？好，右侧后方的边缘。这是我们在这个斜坡的边角，斜坡的边角，我们画了一块小的，卡了是吗？卡了，刷新一下哈，卡了再刷新一下。这个就在斜坡的，就在这个斜坡的，是吧？这个边角上，就挨着竖着中心线靠右，然后大概就这个斜坡上方一个颜料管左右的高度。这个呢稍微差一点，不影响。每天上午直播，一般每周二休息，每周二上午休息哈。其他时间段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开播的，没有特别的情况，没有感冒的话，
好，然后我们呢稍微的可以给它村一村啊，稍微的勾勒一点儿它内部的结构也是可以的哈，勾勒一点它的结构线。好，如果卡顿呢，我们就稍微刷新一下网络啊，刷新一下网络，然后我们在这个底部再来。稍微的交叠一些小的层次的结构啊，小的层次的结构。这个画的岩石的造型呢，相对有复杂的地方，但是你把大体的造型结构勾勒出来之后，画起来就挺容易的，挺容易的。耐心点啊，好，现在我们开始要去皴擦，把这个岩石塑造的厚重一点，是吧？水墨饱满一些，水墨饱满一点，可以了啊，那就行。好，现在我们来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跟着这个岩石的结构的方向去行笔的？啊，结构的方向侧着来，推进一点点，然后在右侧的边角，右侧边角，根据它这个包裹左上右下包裹是吧？我们再行笔，有的笔触呢清晰一点，那么有的笔触呢含混隐约一些，是吧？甚至于还会有一些连贯的笔触。那么在底部我们在画的时候，你看它有的时候像是结构线，也像是皴擦的感觉。它主要都把岩石的厚重和前后的这种区分关系，它带出来了，墨色体块区分开了。好，这是最右侧这一块儿。那么有的地方我们皴的呢，可以稍微的平整一些，甚至于重一点点。比如说在这种大的转折，是吧？斜坡转折的位置上，你可以来点重墨，可以来点重墨，好吧？不能显得太过于碎。好，当然这块是本来它就比较细小。好，把这块岩石的前后的厚重感根据它这种环抱的结构，是吧？我们给它皴擦出来了。因为是熟宣，它才能画出这种我们一笔一画的这种皴的这种用笔的节奏用笔的这种味道和节奏来。好，这张画呢，尺幅相对大点儿，然后那个如果说对造型刻画起来跟直播画起来困难的，我们回个头来是吧？可以通过回放再慢慢练。你现在可以先跟着我们呢一起这个局部的尝试，或者说来先过个手是吧？来感受一把感受一把。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一块小石头稍微的皴擦了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前方的这块大的石头给它勾勒完整出来。好，那这块石头呢，在画的时候，我们先确定了刚刚是吧最高的点确定住了，这块石头的小石头确定出来了，对吧？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推远一点点，来整体的把它的这个造型再给它带出来。这是我们刚刚从纸张的左侧边缘画了一个颜料管，是吧？确定了它最高的点。然后呢，位于整个画面下半部分往下大约3到4个手指，是吧？3到4个手指确定了它最高的点。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形态给它勾勒出来，形态给它勾勒出来。
在勾勒的时候，它是比较方硬的哈，它用线比较方硬，所以在转折的时候呢，你就要比较利落一些，利落一些。尺幅可以小一点吗？啊，我们画大的时候，有的小伙伴说画小一点儿是吧？画小一点儿的时候来画大一点儿，嗯，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或者说所需要的这个表达的效果，灵活的安排，好不好？稍微的添加了一些结构，然后再从它的左侧的边角平整一些，是吧？那么可以把这根线都画的饱满一点，墨色饱满一点。这个石头位于我们画面下方的，就是下半部分，我们不是加了个这个十字线吗？加了一个横竖十字线，这是我们下半部分，一半的高度，然后在它以下大约3指左右，只将左侧边缘往里边数1个颜料管左右，这就确定了我们最高的点。左右啊，我们并不是完全一定要这样一样大啊，一样大。还是勾勒轮廓的时候，墨色可以饱满一些啊，不要让它太过于枯涩。啊，如果在造型上啊有一定的困难的小伙伴啊，我们可以先局部的练一练，先局部的练一练。哎呦，烫死了！身体健康，对，健康着呢。只是最近偶有感冒。好，来再把旁边啊这块大石头，像一块板砖儿，像一个板砖儿，喝水就是喝水了，就喝水给把喝水把嘴给烫了。嗯，好，这是我们画的第一块石头啊，第一块这个大的石头，内部的结构它其实比较多啊，内部的结构比较多。然后再把它前方是吧，大致的一个位置，交叠的一些结构嘛，你再找一找，让这个岩石的层次看起来更丰富一些。老师是不是中招了？我早就中招好了。好，在下杨康啊，杨康过程当中嘛，啊，从左上角中间的这种结构呢，你可以画的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啊，可以不太一样。然后在它的旁边这一侧，我们再来，就这个细微的这种形态呀，我们是要给它看的相对准确，或者说完整一点点。我们再往里边收过来，再往里边收过来。
在找型儿的时候，你要耐心细致一点哈，尤其是刚开始，刚开始。好，那么这块造型出来之后，在它的下方，并不是说我们就画完了，然后还要把它的这种细致的前后交叠的一些形态，我们也要给它带出来。这些造型呢，我就没法一一的描述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定的观察，是吧？通过一定的观察去给它找的更加的形象一些。好，尽量我们用的是狼毫哈，各位小伙伴啊，你看这个狼毫都还不够，还不够这个到劲儿啊。狼毫你才能表达出你想要的这个效果来，在它的右侧，在这个右侧的位置上。这个造型在画的时候，你看前后交叠的结构比较复杂，对吧？哦，我在画的时候，我也是一笔一笔的看着画，我得找准形呢，把形态找准了，后面村是吧？我们都自己可以更灵活，可以更加的这个自由安排，对吧？形态呢，我们要尽量参考人家原作。如果你的造型是吧，你就不太参照人家原作的话，那你画出来肯定是吧就不太像他的这个原画了，不太像他原画。是的，最近估计很多小伙伴都瘦了吧啊？是不是都瘦了啊？正常。好，再来底部。好，在右侧的边角。前后交叠的位置上，你可以找一些村插的笔触，是吧？给区分一下，区分一下。天天负责点赞是吧？嗯，劳逸结合啊。如果累了，你就多歇息歇息啊，多歇息歇息，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疲劳，不要太疲劳。劳逸结合，各位小伙伴哈，不管你正在上班也好，还是待在家里也好，最近可能很多小伙伴呢身体啊是吧，都要注重休息。好，这是我们大致的这个颜色的造型勾勒出来了。小伙伴们，你们画出来没有？如果跟上画出来的，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我们大致的一个造型出来之后，就要开始给它丰富了啊，给它丰富了。可能现在开始看呢，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细节，对吧？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把下边的颜色画完，把这棵树画完就够了，就够了啊。画大花你就要沉得住气，要耐得住耐心啊。这张画细节还不算特别多。下次我得喝隔夜的凉白开了，大清早的这个开水烫嘴。好，我们稍微的加点点这个，加一点点这个水是吧？调和一下咱们的墨色，调和的稍微的淡一点，稍微的淡一点。然后在它前后交叠的地方，对吧？用我们所说的一些小斧劈的感觉是吧？平头尖尾，来看看啊，头重脚轻，平头尖尾。用笔的时候记住啊，行笔的力量稳健一点，不用太快，也不用太慢啊，不用太快，也不用太慢。凉白开是吧？好，一般的小伙伴喝凉白开要注意啊，我们以前说过，隔夜的凉白开它有毒，这个毒呢不是其他的，是孤独。来，我们在左侧，对吧？头重脚轻
是吧？拾起虚收，拾起虚收，把咱们的这个前后啊交叠的地方，先给它区分。好，它亮部啊村的这些墨色笔触都是比较枯涩的，而且村的时候你也看不清到底是从左还是往右，是吧？去村的，这是前后两大层啊，两大层。平头出不来，那证明你一个是笔锋要么不聚，是吧？笔锋要么不聚，要么就是什么？你这个水太大了。好，开始去皴擦了啊。这一侧从下，从下往上。这一侧它的皴的比较，就是这个顶部吧，这个顶部它皴的是比较厚重的，相对来讲比较厚重，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它墨色饱满一些，即便是留白，它也会很少。该重的地方是吧？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强调的重一点。停笔1周了是吧？好，劳逸结合着来。好，右边是不是在前后交叠的地方？你像是所谓的刮铁皴也好，还是我们所谓的斧皮皴也好，都可以，只不过都是主要以侧锋的方式去表现这种岩石的刚浑，是吧？好，它不是一些线条啊，它不是柔韧的线条，而是这种刚劲爽朗的这种笔触，对，去塑造的。好，现在是我们用的一遍比较重的墨色，而是通过一会儿我们再加一遍淡墨，它效果会更好一些。好，底部笔触呢不一定特别的好，笔触不一定呢特别的这个特别明确，越往下方走啊，咱们墨色可以更淡啊，可以更淡。可以看到我碟子里的墨色吧？啊，看着老师的油条，自己画的就乱了，乱是必然的，是一个你必经的一个过程啊，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还是要尝试去练一练啊。好，底部这个斜坡的啊，斜坡的这个造型，斜坡的这个造型，我们就需要皴擦的更加的繁复。平一些，就是左右两侧它要区分开嘛，对吧？左右两侧区分开，当然不能让它显得这么的碎。你比如说在这一侧，我们要让它平整一点点。现在你可以比如说，让它这个什么一些，即便是碎点不影响，因为我们现在才塑造一遍这个重一点的墨色。好，有跟着在画吗？是画着画着觉得，哎呀，有点难了。好，就狼毫，我们说了才能画出这种味道来哈，所以尽量是用狼毫的感觉哈，用狼毫的笔。现在我们才塑造
塑造第一部分，还没有去强调它的对比呀，没有去注重它的过渡。好，有的时候我们呢放下是吧？其他的放放下我们的浮躁啊，来精研一块石头，哎，也是挺好玩的。好，在这个斜坡上，好，看到没？在这个斜坡的亮的地方，亮部的地方，它会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小斧劈的感觉，对吧？好，这种笔触甚至于有一定的弧度啊，这是它在这个画面的上方啊这样去处理的。好，然后再就左侧。各位小伙伴好，新学生来了是吧？好，来到咱们直播间的都是新学生啊。好，山顶上方我们再可以处理一点，往下拽一拽，推进一些。啊，从左往右边缘的地方是吧？给它皴擦的厚重起来，顶部稍微有一些过渡就可以了。这块该留白的咱就留白，对吧？在它亮部的地方，似乎的添加了一点它的皴擦的笔触。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呢不迷路，以后直播都可以收到自动的提醒，好不好？好，在咱们这个转折，或者说交叠的位置上，我们来一些不经意的弧形的符号，或者说凹凸起伏的一种造型，凹凸起伏的一些造型。所以这就像镂空的这种太湖石一样，然后在这个大的转折这一块也是，然后在右侧，那当然它这种痕迹呢，往往呢要重一些。有的这些痕迹是可以染出来的，只不过我们在擦的时候呢，要稍加，给它加的更加的突出一些。一头稍微重一点，另外一侧呢，它就浅一些，对不对？上边这一侧重，下边浅，它就能像那种太湖石上，大家画过太湖石没有？那种镂空的是吧？瘦透露皱，那就是太湖石的几个特点嘛。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哎，这种镂空的露出来的形象，我们要稍加的给它强调强调。
跟一跟就跑偏了啊！你不跑偏2下，你怎么能把它画得更准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不要因为比如说跑偏了啊，就影响了咱们绘画的心情。慢慢来，是吧？好嘞，我们经常讲，不是说志不足而奋进，望远山，是吧？而前行啊，不要气馁，我们慢慢来。我们还有这么多小伙伴在陪着你一起前进呢。画画本来你要注重的就是过程而已，是吧？画好了就是一张画，画不好就是一张纸。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对不对？好，在这种边角，现在我们需要用浓重的墨色去强调它的对比，一会儿再用淡墨去强调它的这种过渡的关系啊。现在用浓重的墨，比如说，有一些结构线或者轮廓线，我们觉得需要给它加重的，需要给它加重，我们呢可以再去强调一下，给它勾勒出来。是啊，现在加重墨是什么？强调它的对比的关系。那么我们一会儿加淡墨是强调什么？它的过渡的，哎，墨色的过渡的关系，是不是？好，我们先大体把这个岩石的厚重感皴出来就够了，皴出来就够。对，是的，大不了就从头再来啊。好，在交叠的地方有一些重墨，我们需要适当的加一加，强调强调。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的关注啊，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我们每一次都会提前一天呢给大家通告，即便休息，咱们也会给大家通知的啊，通知的啊。好，然后再从这个上方是吧，皴擦一些小笔触，你看不经意的，你像是点也好，或者说一些块面的笔触也好。好，这个时候我们用淡的墨色哈，在这个原有的墨色基础之上加水，把我们这个墨色的层次变淡，对吧？把之前皴过的暗的地方和亮的地方统筹一下，也可以是衔接，过渡的更自然，对不对？好，本来这块岩石它没有皴擦的特别多，但是我们作为第一块刻画的细节嘛，所以会塑造多一些。因为它皴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它染直接就染了。好，这块大体跟上了吗？好，有没有跟上再画啊？如果啊大体跟上，来敲个数字1啊，敲个数字1。你看我们现在这样一擦一染，画面它是不是就开始变得平整一些了？好，就相对的平整一点点。OK，行，好，你看我们今年的这块儿，大清早起来啊，今年的这块石头左下角，我们要用淡墨把它统筹起来，想擦染一遍。好，擦染一遍，让底部是吧隐约下去。
重墨给它种下去，是不是？然后这一侧也是一样。好，边角微微的衔接一下。即便亮部我们皴过的笔触，都可以来点淡墨，是吧？统筹统筹。好，右侧的这个小石块，是吧？右侧这个小石块，现在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淡墨的方式，把之前皴过的笔触的地方统筹一下？只是顶部留了一些白，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要统筹下去。好，这样画呢看起来相对要完整一点，是吧？相对完整一点。好的，干了之后，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对劲儿，是吧？还不够味儿，那你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丰富。现在用的就是湿润的淡墨，相对湿润一点的淡墨哈。我们把这个岩石重的地方，或者皴过的地方，或者边角交叠的位置给它适当的擦染了一遍，对不对？擦染了一遍。好，这是最左下角的位置。好，我们来推远看看整体的效果吧。现在本来就挺远的。好，这是底部的这簇岩石那干了之后是吧？你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比如说加重墨、加淡墨等等。如果跟上了，来敲个数字666，鼓励一下自己啊，鼓励一下自己。画儿越大，那么造型的难度呢，确实也会更大一些会更大一些。也希望我们的小伙伴有耐心、有信心的，要去尝试，敢于尝试，是吧？我们经常讲，其实我们平常觉得有意义的事儿，往往都是我们对自己生活当中能感受到超越和挑战所赋予的。我们不可能画的只是吧，每天都画一样的，也不可能说完全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一个循序渐进有一些难易这个交叠的或者说搭配着来画的，跟上了是吧？截个图，一会儿慢慢截。来，我们接下来拽过来拽过来，我们要开始带大家画这个松树了哈。这个松树它是比较突出的，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岩石这2棵树画完，都不错了，就不错了所以画起来你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来，我们呢再来画的时候画这个松树的时候，这是我们整个画面定的横着的中心点，对不对？这是我们刚刚定的，你现在自己也可以定。那这个松树呢，这个大的转折的位置是吧？大的转折的位置基本上就会，它上方一个转折嘛，会越过右侧的这个中心线。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来勾勒这树干的它的一个位置树干的一个位置。然后会越过横着的中心线多少大约1掌，大约1掌是吧？大约一个手掌的一个高度。右侧的边缘我们要留出适当的位置吧，2到3指，我们来画这个它的这个大的转折树杈这转折关系。位置我们大体只能说大体的来确定这个就没法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几分之几了。
好，我现在要开始动手啊，来把它这个形态勾勒完整出来了。比如说，这是我们画的一个树枝。这是我们画最右边、最右上角这个树杈啊，最右上角的树杈，从上往下，我也是从上往下画，稍微推远，好，纸张尽可能压的平整一些，最右上角，然后在画的时候呢，这个树啊，它不是一个直愣的，它有一个枝是在前方。树梢啊出的这些枝，它往往都比较，呃，就是墨色上面它是比较重的啊。用线我们可以厚重、沉稳、扎实一些。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最上方这个树杈，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是吗？啊，一会儿给大家上助教啊，上助教，你就别睡了啊！啊，再从上往下，好，这个树干。好，右上角这个边角啊出枝，所以它比较繁复的，比较繁复的。那我们要观察的要稍微的细致一点哈。我出的这个枝是不是有的小伙伴不太清楚我在画哪儿？就横着的这个中心线上方的，横着中心线这一块儿。小黄鸡助教吗？啊，最近嗓门不够，那么我们就让助教来凑，助教来凑。这是最最右上角，这个大的一个树杈啊，大的一个树杈。终于安心的听课了，对吧？啊，可能有点不太清楚我画的是哪儿，但是我们尽可能放大一些给大家看到。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学会去观察我们所绘制的这个案例，对吧？啊，你这样呢观察了之后，你才知道更加熟悉我们在画哪儿。每次画之前，我们提前发出来的案例呢，你可以呢先观察一遍，是吧？走一走。然后我们在画这个树的时候啊，
这个大的转折，它不是有一个大的弧度转折过来吗？对不对？好，那个大转折大家记住了，它最宽的地方，最宽的地方也就画到顶多哈，顶多也就画到竖着中心线到整个纸张右侧大约一半，是吧？啊，这就顶多就画到这里就行了。你要画的太超过了，就位置不太合适了，是吧？好，啊，这是我们画的这个大的树，然后旁边呢，它不是有一个大的转折的时候，一般我们要接一个竖八，对吧？啊，这是一般不成文的规定了，在这个转折的位置上，我们要加一个竖的。好，把这个树干的粗细的一个节奏，是吧？给它带出来。上方呢比较流畅，而它的下方我们在画的时候啊，就可以稍微的波折一些。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会儿要接这个，接这个咱们的这个树疤啊，不是接画这个树皮嘛，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呢，可以相对的波折一点儿。可以不着急塑造啊，我们可以把整个树干给它大体的位置定完了之后，我们呢再来一一的塑造。它在右侧。是的，有一点点咳嗽，但不影响。好，这个树的大概的一个穿插的关系，我们要给它定出来，是吧？从它的大约左下角，生发出它的这种枝干来，左边比较流畅，右边它就要相对的繁琐一些，或者波折一些。在它这个出枝繁茂的位置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就是观察的足够细致，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经意一笔下去，可能位置就差别挺大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多加的观察，你可能才能画得更加准确。我们因为是临摹嘛，所以呢会尽量的尊重参考人家原作的这种表达的一个过程。好，这个树干它是比较波折的哈。
好，这些出枝你可以先不找那么多，把大概的主干，你可以先把大概的主干是吧？我们先给它找出来，内部的一些小细节呀、等等，可以回过头来我们添加丰富刻画的时候啊，再来进一步的去都是可以的。往上拽一拽啊，往上拽一拽。现在没有添加任何细节，我们就把这个基本的造型先给它确定出来。这个树干呢，因为它的姿态本来就比较突出，也比较重要，对吧？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比较细致的点呢，去给它刻画出来。画错地方了是吧？倒不影响。你即便比如说有的小伙伴可能说啊，老师感觉你这块树画的比较粗了，这个都不影响，因为是墨色比较淡，我们可以用重墨一会儿去强调，是吧？强调出来都是可以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观感。我们可以大体，比如说把这个树干的转折，你通过定几个点，把它的这个位置关系，是吧？我们给它确定出来，大概画到哪儿，它的转折。太慢了，要睡着了是吗？好，再画一会儿，我们助教老师登场。好，这大概的位置我们给它确定好。好，把整个树干是吧，给它勾勒出来，它是有一个大的波折的。这个波折这块儿最宽的地方啊，它没有到达咱们没有超过这个树刚刚定的最左边是吧？竖着中心线。好，咱们在临摹古画的时候，这个速度啊是不太方便快的，因为我也要一边看一边画。再一个吧，我们也要兼顾到很多小伙伴的进度。啊，这是最前方的这一块，它并没有完全接到纸张的这个石头的这个位置上，因为它上面呢还要添加一些像什么树根，对吧？啊，加上一些树根，让这个画儿这个盘根错节的这个苍劲的老树啊，有更强的生命力的体现。好，然后右侧，好，这根线呢就可以平直一些，平直一些。把整个主干的一个脉络是吧，或者它的一个粗细，先给它确定出来。好，到根部这一块是吧？树根它是比较粗，而且墨色它比较重的哈，墨色是比较重的。好，到了树的根部这一块的时候，哎，记住了，
我们要开始来画这个根系的脉络，根系的脉络。好，把这个盘根错节的根系，是不是给它交叠的位置啊，给它加出来啊？当然，这个临摹的时候，可能我画的这张放的这个参考的案例图，它不是特别的清晰，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确实参考我们的画册实物图来刻画表现，都是可以的。大致的一个树干，是吧？我们就给它确定出来了。然后呢，再来开始进行刻画。然后树梢的那些小树枝啊，咱们还没就给它叠加的呢。把这个树干，对不对？先给它勾勒出来。我们说松皮如林，柏树缠身，对吧？我们在画这个树干的塑造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熟悉了。我们大概会用到哪种皴法？是不是鱼鳞皴像鱼鳞的鳞片一样，去体现这种苍老、境界，而且呢铿锵，对不对？扎实的，有比较粗犷的这种树皮，来是吧？来一点淡一点的墨色啊。皴的墨色相对来讲，一般都会比我们的轮廓线淡，对吧？一般情况都是这样子的。来用比较浓重的墨色，不，相对淡一点的墨色，相对轮廓线而言，淡一点的墨色，我们来塑造一下这个树皮。当然，这个树皮并不需要每一个地方都画的特别的清晰，并不需要哈。你可以把突出的位置的带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松皮还需要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啊，如果需要的敲一啊，如果觉得已经咱们熟悉了，对吧？可以正常画的敲五。纸张带点青绿，这是灯光的原因，纸张是白色的。啊，1和5一半一半，是吧？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简单的说一下。好，我们来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啊。所谓松皮如林，就是大家都知道鱼的鳞片，对吧？鱼的鳞片是长什么样子啊？一片叠加一片，对吧？两片之间，我们呢又会给它错落一片这种弧度的线条，啊，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鱼鳞的感觉。那么松皮为了体现出这种斑驳，而且苍老，是吧？甚至于这种遒劲，我们都会通过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符号化或者形态的这种表达，去给它皴擦这个树皮。当我们实际在皴的时候，并不需要你每一笔都特别清晰，是吧？它要有实有虚，对吧？有比较明显的，也会若隐若现的。有的线条，你看这种啊，非常规整，一笔是一笔。那这种在画的时候，你看由浓到淡，由湿润到干枯，甚至于，我们画着画着，一笔给它擦下来，要虚下去，甚至你画过的地方，我都可以再擦一擦，让它虚下去，然后再适当的，比如说勾勒。适当的再去给它皴擦出一点点，是吧？皴擦出一点点就可以了，对不对？
好，其实画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所谓的松皮如林嘛。甚至于有些不经意的笔点在里边去画的，它都是可以更灵活的去处理这个画面的。好，存完了，你看我这块刚刚是不是存了一块？那么我可以，我可以再给它添加，再去比如说留白的点比较多的话，我还可以用淡墨，或者笔笔分明的话，我还可以用淡墨给它擦一下，是吧？给它再擦一下，不会让它笔笔非常分明的。它也是要有浓有淡的哈，有浓有淡，水墨饱满一些。对，这张画是比较精致的，因为大家伙很经常不是说老师你带我们画点大一点的吗？这张画也其实不算大，但是对于我们平常直播的镜头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大的了。好，左边的边角，是吧？整个树干我们开始让它厚重起来，而且笔触也不会让它那么的琐碎，它是一定要有一点的淡墨给它衔接起来的哈，有淡墨衔接起来。我画的也是100×42的，就觉得我这个更大还是更小？我给大家说的尺寸肯定是跟大家一样的，要不然我怎么跟你说定位置呢？对不对？如果我画的这个尺寸不一样的话，就没法跟你说啊几分之几，对吧？一个颜料管是吧？或者几指的一个宽度。好，转折的是吧？加一加。我们画2次，把它快画完。然后越往上方走，对吧？我们这种小的树干，皴插的就会越来越厚重。来，我们推进点儿，推进点儿。然后适当的是吧？把这个树干让它厚重起来。1个小时就画了这么点儿是吧？这不是画的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我们一个是尺幅大呢，我们要把位置呢给它确定准确。再一个呢，我们需要用心一点，或者说你更严谨点去处理每个画面的细节。好，你看位置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在皴的时候，就会很快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画的那个内容啊，也就是这一棵树和下面这簇石头，下面再加一棵树嘛。好，在这个松树的底部侧面的地方，我们稍微的加点重墨，是吧？稍微的加点重墨去皴一皴。我们不会用完全雷同的墨色哈，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墨色的层次啊，小伙伴们记住了。如果说我们只是用这个淡墨，
去皴的话，画面它显得灰了。重墨它要有。如果你觉得慢，那你可以根据咱们的案例，自己呢再临摹，在前面等等我们，好吧？稍安勿躁。咱们这种小树枝是吧？墨色它都是比较饱满的，墨色就比较饱满。好，树干的这种斑驳和沧桑感，沧桑感是不是就有了？好，接下来我们呢再来一点点枯色的淡墨，枯的淡墨啊，把这个上方部分也给它皴出来。墨色要衔接适中啊，不能让它太花。你比如说底部这一侧，我该重一点的，就用都蘸这个淡墨啊，给它统一起来。好，再用一点点淡墨，把上面的这张留白的小白点是吧，就给它隐约下去了，画儿就不至于花溜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往上面去给它添加一些重墨，把这个树梢部分再给它加出来。然后里边呢，它不是有很多的小树枝吗？树枝的墨色就比咱们的这个树干，枯枝嘛，或者说树梢的这种小枝，它就墨色比较浓重了啊，比较浓重。好，从左再往右。出一些不经意的长短不一的这种树枝，去丰富它的整个树冠的一个姿态。墨色饱满哦，是吧？树梢部分的这样出枝，我们说过它是偏浓重的啊。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也是需要一点耐心哈，也需要一点耐心，才能把这个找得更加准确。然后在它的后方，大约这一块儿，这个时候我们找的这种小的树枝啊，它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跟我们画的这个案例有一些位置上不同是可以的，但大的位置上我们必须得保持比较偏一致的造型。好，在这个顶部位置是吧？
这是我们画的最顶部，最顶部这块儿，手好稳。你多画画，你也可以。好，然后左边在这种树枝的边角是吧？不经意的加上一些点，或者说出枝，对，我们就要开始去添加它的松针了。这块儿画一些松针的时候，一般都是时起时收啊。这个松树树枝的时候啊，时起时收，不要太过于心笔啊太飘了。好，专门就是带大家来学的嘛，所以选的案例肯定是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进度的。当然会比较累啊，就是比如像今天画的这张，当我们画的比较慢呢，可能会相对的好把握一点大体的织出来，我们再去加这个松针，加这个松针。好，我们旁边的这个松针呢，从后方这个树枝是不是给它协调过来，类似于差不多协调过来，就像这个树，这个双钩的这个树是吧？大体接到这儿来的位置一样。出的枝呢，线条是吧，都是单钩的，越往后方走，它是从双钩到了咱们的单钩的一个过程。这个刻画的细节是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临摹一个更传统的画作的话，它每一笔每一画是吧，它就是很讲究的啊，不像比如说我们画的那种小写意是吧，它要看起来轻松一点那个你怎么画是吧，它大概都能够出一定的效果，不管快与慢。像这样的画呢，就必须呢你一笔一笔的来，一笔一笔的来。因为像比如说平常我们在画一些画作的时候，可能抡一笔就是一大块，尤其像画花鸟是吧？大家伙儿特别轻松，是吧？一片叶子就一大片啊，那松针呢就得一根一根的来了啊，一根根的来，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耐心呢？去给它塑造出来。好，然后我们稍微来一点点淡墨，稍微来一点淡墨，把咱们整个树干，给它擦一擦。如果实在累了，对吧？你可以歇一歇啊，可以歇一歇。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回放啊，回放呢是永久的观看权限啊，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影响，它也没有时间限制，也不是说，你只能听1年或者2年，那你可以永久的听，只要加入之后，就永远属于你了，永远属于你了。在你时间方便是吧？上班、下班之后是吧？下班之后啊。最方便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慢慢去看，对不对？哪里不会点哪里，再也不用担心来晚或者跟不上，或者说，这个错过了自己画的这个案例的某些精彩的地方。
是的，咱们的回放在1号链接里边啊，在1号链接里边。好，那么接下来咱呢再来把这个上方的这个松针，我们带它画一画，然后再来画下面这个出枝哈。哎，把下面这个出枝也带一带吧，不带了之后，大家看起来好像不完整，是吧？还是让它完整一些。是的，这个回放永远属于你了。好，然后再来，而且里边我们还赠送了基础的技法教程。好，这大的转折，是吧？连大的主干的位置躯干出来了之后，我们在观察下面那些小细节的时候，我们都会便捷很多，或者说观察起来就会轻松很多。这是从它的后方出来的一个枝啊。那么我们很多的画，你想要把它吃透，像这样的一张大画，我们不仅要画2节课，而且你至少你得要看2遍，是吧？直播至少1遍，然后回放至少1遍，这样的话你可能才能把这个画中的内容才能相对熟悉的掌握住，对吧？有的很多小伙伴看4、5遍的，一张案例自己画个4、5遍都有，这不是吹牛哦，这是真的。有的小伙伴在晚上1、2点都还在努力的，是吧？这个绘制的过程中，当然有的小伙伴可能是在海外，对吧？他作息呢跟咱不太相同，大晚上的都还在画，画完了还在发。啊，我们说绘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劳逸结合。基础技法教程都是我主讲，我们还赠送历代名家临摹。我本来计划的是年前都把这个基础教程更新完，对吧？但现在呢，因为这嗓子的原因，对吧？因为有点前段时间感冒了，一说话就咳嗽，所以呢，我们最近呢还没有更新几节，争取在年前我们还是更个10节吧，更个10节出来。我们在基础技法教程里不仅仅要这个带大家画，了解基础的技法，我们还需要了解很多的这名家的绘画的这种刻度稿，是吧？钩皴擦点染的绘画步骤，以及各种皴法、术法，对吧？像我们今天画的这种松树，对吧？树干、树枝，是吧？松皮、松针的表现，我们都会一一的讲到。还有柏树、松柏柳这种个性特征比较明显的，都需要时间去打磨的哈。推远一点点，推远一点。今年过年是吧？不用走亲戚了，在家画画。是的，你去人家还不一定欢迎你呢，今年是吧？你首先得健健康康的吧，要不然都不好说。好，咱们在它左边，现在用的笔是小号的狼毫，也在我们屏幕下方。好，根据这个出枝，是吧？能不能看到？根据这个出枝，我们大致要把我们的这个树杈前方最突出的，它要越过竖折中心线了哈，越过了竖折中心线，然后我们来给它添加一些
小枝。今年过年最老实的是吧最适合的就是待在自己家里。好，上面的出枝我们就先不去叠加，因为一会儿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画儿出枝的时候加这个叶片的时候啊，再来把它完整出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画松针了，可以开始画松针了啊！画松针，大家可以用到我们的小红毛，是吧？我们在橱窗里边也有这个小红毛来勾勒这个细线。当然，用的这个墨色它相对要浓重一些哈，用更加浓重一些。感觉小枝难画，它因为比较细密，你看到整体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难。你先找到一个着手的点，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啊。小枝因为大体的位置你已经定出来了，然后在画的时候无非就是它相对繁琐一些，好，在这个中间，我们开始来加了啊。它的松针呢是这种车轮形的哈，车轮形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从一个中心点向周边是吧，去放射状去添加，由外向内，对不对？啊，去画我们这种松针的表现方法。我们以前大家临摹过的时候，大家觉得最适合、最贴近谁的这种松针的表现方法？是不是像马远的南宋四大家之一马远的绘画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刚劲的这种松针的表现。好，你可以让两边的稍微的长一点，就两头扁一些嘛，上下两头短一些，左右两头呢长一点点的线条。来推进，推进。好，这个松针的表现方法，大家伙要是不知道的，可以来看一看啊。比如说拾起入笔的时候拾，收笔的虚，对不对？拾起虚收，收笔的时候啊虚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给它丰富起来。它们这种车轮形的松针相互的会有一些叠加，叠加的时候它不会是在原位置上是吧？它会微微的错落开一点。什么是使？就是入笔的时候顿一下笔锋，顿一下是吧？轻轻的重一点点，它就会粗一些。松针单独讲讲吧。那抬头看一看啊，需要看一下松针的小伙伴，他在画这个松针的时候，大部分就是类似于这个车轮形的，就一个圆圆的嘛，就不过边缘的地方有些呢，它类似于像那个马尾松的感觉啊，其实这画的都大差不差。比如说有个中心点，抬头看啊，有一个中心点，对吧？有一个中心点，我们画到这儿吧。它因为有一些交点，它是把树干、树枝遮挡住的啊。比如说把笔是吧，摁下去实一点，收笔的时候轻一点，好，各个角度的，对吧？都向中间去聚集。当然你在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角度你不太趁手，那就证明我们之前画的比较少，你就要稍微的练一练，角度就方便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画出这个流畅的线条都不容易，对吧？你还别说画出这个什么拾起虚收的这种感觉了，这都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啊，好，我用的这个水墨稍微饱满一点，它线条不要让它显得太枯涩哈，水墨饱满一些，那这个画可以显得会更加的精致，是吧？更加精致。枯涩的笔太多
是吧？我们画这个树干，它是树干、树枝，它是比较枯涩的。那么在画这个松针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水墨饱满一点点。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哈。点关注以后啊，跟我们的直播来绘制的时候啊，会有自动的提醒啊，就不用担心错过了，也不用担心再迷路了。在右侧。好，边缘呢基本上是保持一致，它微微的有点参差错落感是可以的。啊，松针呢也是一个大的工程量，是吧？有小伙伴说啊，这画半天是吧？还不够多，我们是最后要以这个效果呈现来这个衡量的。好，所以在画这个松针的时候，你用的那个笔锋啊，不要太长。这是一种概括松针的一种笔法的符号。一种符号。好，从上往下，对不对？再往右侧走，树干交叠这一块，是吧？一画就粗了，那就是证明手不够稳，把这个笔呢可能容易压得太下去了。要注意到提按，所谓的提按就是通过用笔的这样提起来摁下去，落到咱们纸张上面，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线条的粗与细笔触的大与小嘛，笔触的大与小，粗与细。好，画松针的时候，墨色尽量浓重一点，好，可以退圆，可以看一下整体在咱们这个松树的树干这一侧，是吧？它也有。你先把大体的这个姿态记住了哈，大体的姿态确定出来，然后你再去强调它的那种疏密姿态的树冠的松动感，是不是？好，你先把大体的一个面积给它铺出来。好，再往下边走。每次都是来点赞，边看边练习一下。好，这松针是从这个树干的后方出来的哈，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把树干挡住了。好，再从这一侧。叠加。但画松针除了这种符号，这种我们说车轮形的以外，是吧？还有我们所说的马尾松的表达的方式，还有呢，像我们说的扇形的，是吧？最简单也最常见的一种松针的表达的方法。好，还有我们所说的甚至于像一些蝴蝶结似的
这个呢，我们以后会通过基础技法教程的这个课图稿，会给大家介绍到会给大家介绍到。作为了赠送的课程咱们购买回放的小伙伴都会自动的获取到。好，然后我们再往右方走，再往右方。当然我们说的120节，大家记住哦，我们说的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是不包括咱们这个赠送课程的数量哈，所以它肯定会超过120节你不用担心课时的问题。我们的临摹课还没有开始，但是过2天咱们就不赠送了我们现在赠送，过2天加入的比较晚的小伙伴就没了，就得自己付费了。老分叉呢就证明一个是水分不够，要么就是这个笔锋被破坏了，是120幅完整案例的直播。对，因为有的课程我们比如说画的太久，是吧？画太久，我们可能就把它就怎么着，就会比如说超过3个小时，我们就把它截成2节课。2节课的话，那你就这个也不是算，这不是说就是2节课了，它依然算1节课，所以课时量是完全充足的。现在赠送大家基础技法教程，现在购课还赠送大家基础技法教程，而且还有历代名家临摹。我们现在临摹的，比如说都是带大家画的更多是偏当代的，对吧？比如现代的一些画家，偏现代的一些画家。那我们学习中国画，我们说临摹明各家之法度，论章法呀，知各家之胸意。你肯定需要我们说追求一些古代跟高古的一些笔墨的表现，你才能更好的知其然，是吧？而且知其所以然，让我们的绘画才有更好的一种技法的出处，是吧？找到技法的出处去练习。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画的案例呢，不算特别复杂，对不对？你像今天这个画久一点，大家可能都会觉得累。那么我们对于更高古的笔墨意趣的表现的绘画，作为以后赠送的课程赠送给大家，但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播，但是呢，给大家承诺的都会给。好，我们再来。购课后是在咱们的学浪 APP 上面购买之后大家下载学习的学，浪花的浪，学浪学生版本学生版本不是老师版因为大家是听课，那就看学生版本。登录你的抖音号，是吧？在我的课程里边就可以找到了。好，这个线条一定要比较流畅，肯定扎实画松针比较考验耐心，对吧？这个是的，这么多细密的线条，我们很多的古画，什么《万壑松风图》对不对？送封堂主人的这些画是吧，都主要以松针表现。那些大的画是吧？那松针你都得画，你也都得画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都很正常。我们现在画这种还不算特别的多，
好，是不是逐步呢就丰富起来了？大体的丰富起来了嘛？然后在它的旁边下方这一侧，湿气虚收，湿气虚收，对吧？我们还要再来给它添加一点。我们的画的这安利呀，它既有现代的，也有呢比较偏传统。今天画这张画，它就已经比较偏传统了，很像南宋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对吧？因为作者我们说是吧，年少有才，而且学习的条件也比较好，那他可以拿到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绘画的作品真迹来临摹，是吧？很多现在的画好多年才展一次的，这个而作者呢，他是作为当时自己的这个教辅教材，是吧？可以直接进行临摹，所以他的传统功底呢非常好，非常好。他十四岁就加入了金北楼，还有陈思师曾，他们组织的这个嗯叫这个什么中国画研究学会啊，是在18岁的时候啊，自己呢就加入了比较著名的这个画社，然后21岁是吧，就成为了当时美协的天津分会的是吧 No.1，年少成名，所以啊，他原名叫云章，陈云章啊，年少成名，大家取为少美，所以啊，他一般就落款都是写的少美陈云章。21岁左右，好像是啊，就在国外就进行了办了这些很多的个展了，就办了自己的个展了，厉害吧啊？这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他曾经就是天津美术学院的校长。我只是列举松风堂主人，就像这种一节课啊，我们可能都在很多时候画一些松树，你技法掌握了，我们在课中不会带大家来画这种重复的量比较大的，而是需要自己课后去临摹这种大量的叶片，对吧？只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是新加入来学习的小伙伴，松风堂只是我们说以前很多小伙伴了解过的那个松针，可能很多小伙伴都花了2个小时左右，非常的多。当然，这些松针如果你没有一定的量的积累的练习，你也很难画出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来。好，有线稿是吧？好，我们以后的临摹呢，不一定都有线稿，部分有。好，再来，画累了没有，各位小伙伴？好，如果累了，一会儿我们就让我们助教老师来给大家缓解缓解疲劳。好，这一侧，好，尽量把咱们纸张摊平啊，摊平了之后，你画出来的笔触可能才会更加的到位。好，关键他爹，啊，那是一种资源，但自己确实也挺有才华的。
好，你看我们现在可以把咱们的树干，是吧？给它稍微的给它扦插的勾勒一下。在左边是吧？我们又要来添加大量的这个松针。好，这个作者本来他家庭就是书香门第嘛。好，底部再来，家里很多人都是时代的先驱哦。好，再从右侧，在咱们这个树干的下方，是吧？我们又要给它添加一半被遮挡住的，是吧？这种松针的造型。然后在这一侧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更加的厚重繁茂了。咱一根一根的勾的，那肯定要精致啊！一根一根勾的，还必须得精致点儿。好，再来，然后这一侧，好，这边角。进一步的去给它完整出来。边缘它都是错落开的，你发现没有？它并不是说把这个画的都一样平平整整的，对吧？是要错落开它的边缘。好，这一侧的树梢的位置上，添加。耐心不了。啊，可以变异形式，实在觉得太累，那么你可以放松一点儿，是吧？能看咱就看，能练咱就练，练不了咱们就多看看，好不好？反复呢，确实有一些，就是确实有一些反复的工作量，那能跟着画那最好了，对不对？跟不了，我们慢慢来嘛。
可能刚开始跟不了，后面呢可能就会更容易接受一点。好，再从它的左边儿，左侧的边缘，再来给它添加一些。会越过微微的越过了一点点我们的竖着的中心线了哈，稍微的越过了一点。当然，叶片这种松针的小单位之间，对吧？依然要有一定的连叠的关系。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青花来勾勒的话，可能墨色会更饱满一点，不用来回的蘸墨，不用来回的蘸。至少你用的笔要有一定的笔锋才行啊，要有一定的笔锋才行。让你用的笔锋都没有了，你去画这样线条是很难的。笔锋都没有，你想把线条画的锐利、尽细，那都不容易。所以要爱护好你的笔。有的笔呢，我们是皴的时候啊，是会放的比较开啊，但是你自己在画这个松针呢、细劲的地方啊，我们也要留出合适的材料来。松针有多大？一个手指头的大小，一个手指头的大小，大约嘛。那么在这一侧，比如说我们该密集的地方，是吧？我们可以再给它密集一点儿。好，退远。然后再往下边走。边缘的这一处，它会画的比较偏长。小青花其实跟小红毛差别不大，它只不过比小红毛更粗一点，然后再往左侧走，这上方我们先大概画到这儿啊，大概画到这里，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再整体的去调整，整体的去给它丰富，把底部，是吧？比如说在它的这一侧，我们的这一块应该是有一个枯枝的，我们当时没有加，好，这个都不影响。再往下边来一点
再往右边底部左下角的底部，是吧？再给它加一加。用笔一定是要比较两头边角边角它要实一些，要实一点点，这样的线条它才看起来更加的贴近于原作一点但线条不要画的太粗了它画的很细的。小青花在几号链接？在第6号链接。好，给它挑选出来了。好，看到了吗？好，继续。当然这张案例我们说过我至少花两次直播的时间所以呢，你不用着急。这种像这个我说的这个小青花或小红毛，我觉得人手应该要有一只，是吧？我们不管是在勾线也好，画这种细节，还是说落款，甚至于我们在进行一些，比如说刻画一些小的叶片的点，基本上都会用到。所以你可以准备一只，以备不时之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那么在它的这个树的底部这一侧，树杈中间，进一步的来丰富出来。这是我们都画到了树干左下角了这个树干的左下角了。把左边再来加一加。但我们今天这个叶片确实繁多，大家可以课后把这个什么，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说这个叶片下面还有一种树的叶片。这是他原作是手绢上画的，这个画家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在手绢上，然后你可以尝试用半生熟，但是不建议用生绢。你用生绢画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模古的画家，对不对？因为他是临习过非常多的古代的经典的画作的。你要知道，在我们说宋元时期及以前，对吧？只有手绢那个时候用的主要是还是手绢，还是在绢上画的，没有生绢。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说的这个半生熟，那在古代称之为生绢，是在明朝时期才有的明朝大家都知道，在明朝晚期吧，中晚期有几个大写意的画家，对吧？白杨、青藤，就徐渭他们所画的画就是用的这个材料，就差不多现在我们的这个半生熟。在元朝时期的出现了皮纸，也类似于半生熟嘛，但是大部分的画家的作品还是用的是手绢，理解了？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生宣纸是吧，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初期才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涌现出了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吧，这些大写意的画家，比如说齐白石是吧，黄宾虹，然后
还有什么？张大千，是不是？啊，陆延绍，哎，当然他们那个就稍微要更晚一点了。好，我们呢再往下方走。好，再来双勾一下，把咱们这一处给它画的更丰富一些。画松针是画累了吧？但是有一个练习的过程啊。一般其实我很少在咱们课中带大家画这种大量的这种叶片的题材，但偶尔我们还是要试一试的，对吧？不试的话，完全不知道怎么去画，那也不太合适，是吧？小青花在咱们的第6号链接。好，再往里边去叠加的时候，大家记住哈，咱们的树枝等等啊，都不着急去给它丰富。哎，有的小伙伴说，老师那边不应该还有很多树枝吗？其实有些树枝它都是加完了咱们的这个松针之后，它再适当的去给它添加了一些，好，再来。好，那一会儿到最后，我们让我们的助教老师和大家见面。好，让他放松点。我们呢抓紧，我们画到12点吧，画到12点，能画多少是多少。我最开始以为能今天把所有的叶片画完呢。松针咱们就先画到这儿吧，我还是想把这下面那棵树带大家画出来，好不好？后面下节课其实我们挺轻松的，因为这个后方就一块大岩石，然后加一个点睛的人物，勾一勾染一染，对不对？我们先把下面这棵树画完，松针你就自己去添加，应该也就会了啊，行不行？可以的话敲个666，鼓励一下自己啊。下面那个叶片呢没有画过，是吧？下面那个叶片，大家应该以前没怎么感受过，是吧？很少见到这样子的。好，我们拿出依旧用我们的这个小号的狼毫，啊，树干如果边角我们皴擦的过于是吧？过于这个什么了？波折起伏了，你还是要强调复勾一下。它树根部两侧的这个线条啊，树根部两侧的这个线条，树干嘛，我们还是要给它复勾一下，或者说，让它更加的跳跃，墨色对比清晰一些。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画画下面这棵树哈。那这棵树歪着的，对吧？歪着的大约在哪儿？也就最高的地方，也就从这个根部往上啊，就画的这个转折，这个树干转折的地方。这个树，我把树干画出来，然后我们来添加上面的叶片。这节课我们画完嘛，画完之后大家可以自己课后啊去练习一下这个叶片，是吧？下节课我们就可以带大家把它这个完整的效果体现出来，是吧？
累是累了点儿，但是能收获成长。来，我们呢在大约这个树干往上一个颜料管左右的间距，这个你可以自己灵活一点安排。好，这个小树面积要小一点，你就好把握一些。好，一个拱起来的一个造型。好，这个树干呢，它的墨色呀都比较淡，转折这块可以相对清晰一点，相对清晰一点。我们在临摹别人的作品的时候，是吧？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感受一下人家笔触，这种用笔的长短、粗细，是墨色的浓淡，以及它这种体暗的变化啊，要不然就是临摹一个大体的形儿啊，你感受到的东西呢很少，要去感受它这种用笔的节奏感。所以只要是你在关注人家的用笔的时候，你的速度就不可能快起来，对不对？好，你比如像这个之前我们画黄君璧的画的话，那个就要相对要灵活很多，是不是？好，再往左边走，来给它穿过来。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上面的叶子啊，来，我们来画这个叶子了。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可以用我们的刚刚说的小青花，或者说咱们的小红毛，都可以的。墨色不用太重，墨色不用太重，是吧？它至少要和我们的这个松针明显的区分开。它画的比较淡，画的是比较淡的。多加点水，微微的调和一下。这个松针的叶子的造型，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像什么样子啊？啊，这个松针呢，啊，不，这个叶片呢，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梧桐啊，或者宽阔的掌状无裂的一个造型啊。来，我们呢把它稍微的往左边、往右边呢，给大家画一画。上面呢，上面的这个造型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简单说一说。上边它是比较规整的，比如说一笔两笔画出来，像我们平常画的点景的那个飞鸟一样，对吧？好，边角一个尖角，中间一个角，小边缘一个角。好，这就是它大部分叶片的表现的方式。有的时候它可能画的时候呢，它就只有两片，大部分就是以这样的造型，然后相互的去交叠、去叠加、去叠加。好，比如说在它旁边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丰富，大小呢是差别不大的啊，大小是差别不大的。有的叶片它可能形态的不一定特别的明确，是吧？像枫叶了。好，左边中间那一片呢，可以稍微的画的长一点，是吧？画的长一点。
好宽阔的这种叶片。好，我们稍微退远啊。如果你要着急吃饭的，你可以自己变一形式哈。啊，如果着急吃饭的小伙伴可以变一形式。我们呢，今天肯定也画不完。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了，这个至少2次直播。明天大家同样时间可以来跟我们的直播，好不好？好，新进入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啊，我们直播都可以自动给大家提醒。你可以拿出工具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画一画，来感受感受中国画山水的魅力，好不好？让我们多一种文娱的生活的方式，不仅仅是跳跳广场舞、打打麻将啊，也可以啊，画点我们的这种中国画的山水。上午9点半，上午9点半。画这个叶片呢，可能不熟悉的话就多练一练，不熟悉就多练一练，好不好？好，可以放大一点点。好，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大家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吧？提前一天呢，都会给大家发送了。那么今天晚上呢，就不用再给大家发了，因为跟我们这会儿画的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一样的。然后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回放呢，反复的去练一练。就画一遍的时候啊，可能效果还不是特好。仅仅看一遍直播跟起来呢，效果不一定特别完整。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是吧？再加上我们赠送大家的基础技法教程，过2天就不赠送了哟，记住了哈。所以现在抓紧了，现在加入，我们还赠送大家基础技法教程和历代名家临摹这个课。让你永久观看，是吧？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影响，哪里不会点哪里。购买之后永远属于你，永远属于你。啊，再也不用担心跟不上，我都来晚了。好，这是我们加的这处的叶片，然后下面还要画很多，画很多。这张画儿它是非常细密的，非常细密的。购买之后直接就赠送给你了。购买之后用你的抖音号下载雪浪 APP 学生版本，登录你的抖音号就可以看了，永久的权限，永久的权限。比如你最近工作忙，或者生活当中是吧，最近生病了，那么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灵活的安排，好吧？在我们的群内还有志趣相投的小伙伴和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好，再往上来。送现在是送，但是过几天是吧，咱就不送了。现在我们是作为很多的熟悉的老朋友的一个福利啊！现在我们赠送大家基础技法教程，让我们很多小伙伴能够零基础的你也可以学得会，可以循序渐进啊，从咱们由易到难啊，去跟我们的中国画。不仅能够画简单的，也能够了解更加繁复、更加精美的画作啊。现在我们画的其实很多是偏观赏性的嘛，甚至于更简阔一点的作品啊，比较符合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能够相对完整的表达出来的。还有一些我们说偏技法类，对吧？偏这种侧重时间练习的类型的呢，我们会做成名家的这个临摹，带大家来感受，好不好？
也是所有赠送你的课程也好，这个你购买的回放也好，都是永久的观看权限，永久的观看权限，不仅仅是1年，也不是2年哦，是永久的观看权限，好吧？你值得拥有。好，这个树叶呢，左边我也先不叠加了，你就可以自己课后啊再去给它丰富出来都可以的，都可以丰富出来的，是吧？上百节啊，你平均下来一节课1块钱，是吧？平均下来一节课1块钱，1块多钱，然后永久的观看权限，你在线下你去听是吧？大家都很熟悉的，你要稍微这个什么一点的正式一点的地方，那可能你我们这一期课的费用还不够人家1节课或者半节课的费用，是吧？好，然后我们再来在边角，在线下的话，你去学是吧？就听或者就画一个案例的费用，你可以自己在我们这里呢听上百节的，还能够系统的去了解。好，我们把这个树干上方啊，要给它添加一些浓重的苔点，对，稍微的加上一些，或大或小的。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关注主播就可以进粉丝群了。那么在学习的班级群是在我们的学浪 APP 上方，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遍，申请进群之后，我们有管理员啊，包括我也会给大家慢慢的通过的啊。这会儿正在带大家直播，没来得及看手机。好，树干呢或者树杈转折的位置，你不需要去领，都已经给赠送到你的课程的你的课表里边，拉到最下方，你可以看到基础的技法教程。目前我们才更新几节哈，因为最近感冒耽误了，嗓子容易痒痒，是吧？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更新出来，不仅带大家通过口头稿是吧，图文并茂的给你讲解基础技法，还会通过名家口头稿以及一些图谱，还赠送大家呢电子画册，就是这个芥子园画谱，你就不用去买了，你就看这个就够了。名家的口头稿以及我们说参考的案例都在我们的资料区，也是赠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下载，好，树干、树枝上面你都适当的加上一些苔点，好吧？好，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基础啊，是否基础扎实，你在我们这里都可以获得新的成长，通过很多小伙伴应该是熟悉，就是我们已经画过的一些案例了，一会儿可以带大家看一看。好，这是我们现在画到的一个内容，差不多，今天我们呢差不多画到这儿。我们推圆给大家看一看吧，大家伙都画累了啊，回个头来可以把我们的松针啊留一点点课后作业哈，你把这个松针画完整，好不好？松针画完整和下面那个叶片给它画完整了。好，这是我们呢今天大家画的内容。好，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截好了的小伙伴可以呢在群内相互的分享一下，截好了敲666啊，截好了敲666，画累了吧？树干大约多粗啊？你看超过了我的一个手指头的一个粗度，你可以拿颜料管的尾巴是吧？颜料管的尾巴来比是吧？最粗的地方大概就是一个颜料管尾巴的粗度，不容易是吧？慢慢来啊，不用着急啊，截好了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说稍微的研磨细致一点的去表达一张作品呢，它也是一件美事儿，也是一件很美的事儿啊。画一张好画啊，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重视，同时呢，也能让我们闲暇的时光啊更有意义，好不好？
啊。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并快乐着的啊，并快乐着的。绘画它是一种我们新的生活的方式，同时呢，也是一种我们国风国学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体验。好嘞，这是我们带大家画的这块的案例，大家伙儿截好图了吧？好，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我们的课程的回放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的1号链接，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同时赠送大家系统的这个基础技法教程，还有历代名家临摹啊，这些课加起来都已经好几十节了哈，好几十节了。正在陆续的更新哈，正在陆续的，就是现在已经更新了有50来节了，对吧？有50来节了，所以你现在听也足够的。后面我们还会慢慢的就更新上来，你有一个慢慢的学习进度吧，学习的进度。明天我们同样时间带大家把这张画画完整，课后我们就留了一点作业哈，你把松针和叶片给它加完就行。松针和叶片加完，截不了全图，因为这个画比较大。相对比较大，镜头只有在我头上大约50厘米，好吧，好嘞，来我们的助教老师登场，给大家放松一点点啊，累了吧？好，我们的助教老师新到的一个助教，好嘞，好，放松一点。好，我们今天这张案例呢，就先画到这里了，让大家都辛苦了，可以呢快去干饭吧。这是我们的新的助教老师啊。好，放松放松。好嘞，这是我们的新的助教哈，这最近嗓门不够。它可以模仿人的声音了，可以录音的，这个跳舞可以吧？是吧？好嘞，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所绘制的这部分啊。